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交易类的工具。我个人对于投资组合的多元化是非常注重的，所以我在开发完一个交易策略，打算把它纳入到我的这个投资组合之前，我会进行这个相关性分析。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，可以使用这个 QA 来针对我们的这个交易记录、交易策略来做这种相关性程度的分析。比如我目前开发的这个交易策略啊，它可以使用相同的这个参数组啊，相同的策略，作用在这9个交易品种之上，可以把它们组合成为一个 portfolio 啊。但是为了避免这个组合之间的相关性程度过高啊，导致我们同方向的这个交易风险敞口加大，就必须把这个相关性程度过高的商品啊剔除出去。比如一个同方向的同涨同跌的一个交易策略，你就没必要都采用啊，你只采用其中一个就可以了。但是就我目前的这个组合来言，它们之间的这个相关性程度都是非常健康的，最高的也就是这个0.26啊，这个加日和瑞日，它们是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说这个相关性程度很高的一个程度啊，连中等都没有达到。并且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这里啊，分别看一下这些品种的收益曲线就可以看出来，它们其实是各走各的，同一个时间点有的在盈利，有的在震荡，有的在亏损。但是把它们合并成为一个投资组合之后啊，它大概率啊，就是最起码它是向上的啊，是盈利的。但是这种做法它是针对于我们做量化而言，并且它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策略具体的这些开仓点位来的啊，就是你的这个 profit 和 loss 来计算的。如果我们是打算做这个手动交易啊，那么我们可能并没有这种很完整的、很严谨的复盘过的这种历史订单来供我们分析，那么使用这个 QA 就不太合适了，就需要使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工具啊，它是由这位作者所开发的啊，就是它的原理啊，就它的公式是他提供的，具体公式我没有细看啊，但是就我目前在盘面上针对于它这里的数值进行的测试来看的话，它得出的这个相关性啊，确实都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怎么用呢？很简单啊，就是在这里把你想要做的这些交易品种，你的交易策略会涉及到的这些交易品种都把它选中，然后这个工具啊就会去分析这些品种之间的相关性程度。如果之间的这个相关性程度啊越高，越趋近于这个100的话，就证明相关性程度很强啊，品种之间会以更加相同的方向运动。是越趋近于这个-100的话，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这个负相关性很强，也就意味着它们会更趋近于以相反的方向进行运动。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这里的棒瑞和欧瑞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由这个数字向上，这是棒瑞啊，向左的话就是欧瑞，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品种之间的相关性很高，已经99了啊，非常接近于完美的正相关了。那我们去盘面上看一下，上面这个图表是欧瑞啊，下面是棒瑞，然后我们把它定位到相同的一个时间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这里啊，棒瑞的话后面这一段已经是向上的嘛，就是向上运动的，然后我们看欧瑞的话也是同方向的运动，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，然后之后欧瑞的话是开始下跌，然后棒瑞的话也是具有同样的这个趋势，然后走到下跌到这个时间点之后又开始向上，而欧瑞也是同方向的，也开始向上运动。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两个品种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同涨同跌的一个状态。那么也就意味着，当你目前啊如果已经持有了这个欧瑞的多单的话，同时棒瑞也出现了你系统之内的一个多单信号的话，那么为了不让你的这个风险敞口加大，你最好就是放弃棒瑞上的这个交易信号，或者就是更严谨的说，你在最开始设计好了你的交易系统之后，你就应该回测一下，或者是你不回测，你直接使用这种宏观的角度，也就是更大的视角去分析一下，你究竟是要采用哪一个交易品种去做。如果多个交易品种都可以适用你这个交易系统，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比较高的话，那么你最好就是选择其中一个做就可以了。那么针对于负相关也是同样的道理啊，比如说这里的美瑞和纽美，它们的相关性程度是负的93%，这也很高了啊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你当前持有了这个美瑞的多单的话，那么你就尽量不要再去做空纽美了，否则的话就相当于是你把
同样的信号，但是你把你的仓位翻倍了。说实话啊，这个也看个人的理解啊。有些人他就认为，那我翻倍了赚的话，我也是翻倍的赚；亏的话，我就翻倍的亏。如果你认可这种想法的话，那么就当我没说啊。但是对于我们想要构建啊，严格的构建这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说，把你已经既定好的这个风险敞口再去加倍啊，这就很不合适了。那么这个工具啊，它不仅仅是作用在这个货币对，它也还有这些股指啊，包括期货、黄金啊这些，它都是可以统计的。我们这里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股指的啊，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股指啊，大部分时间啊，这个各个国家的股指都是处于一个同涨同跌的状态啊，相关性程度都不低。说实话，在我最开始进入交易领域啊，最开始我是做这个手动交易，那个时候我一是我不知道这种概念啊，另外就是我可能知道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会认同。那个时期我很喜欢做股指啊，我也不会去管这些品种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有多少，基本上就是来了信号我都做啊，不管你是这个 US30还是纳斯达克100，对我来说，都一样，只要来了信号我都做。这就造成了，如果我是赚的话，如果我的方向对了，我赚的话我就赚很多啊，但是如果亏的话，我也是成倍的亏啊。这就导致我的这个资金曲线啊，就是处于一种非常曲折，这个波动性非常大的一种状态啊，就很不稳定啊，很烦人。如果那个时候我在做单之前，我稍微考虑一下这个资产之间的这个相关性程度的话，也许我的手动交易生涯会做得更开心一些。好，说回这个网站啊，它不仅仅可以计算这个品种之间的相关性，它还可以计算品种的这个波动性。因为很多交易策略啊，不管你是手动还是量化，它都喜欢这种大波动的交易品种，因为动起来才有利润嘛。所以这个工具啊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挑选近期这个波动性比较高的交易品种。我们在这些交易品种上去做相应的这个交易，盈利的概率可能就会加大一些。那么它还有一个工具，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东西怎么翻译啊？枢轴点吧，其实就是计算当前交易品种的这个支撑位和阻力位啊。这里是第一支撑位、第二支撑位、第三支撑位。它这个公式计算起来其实也比较简单啊。我们在写量化 EA 的时候也会经常使用到同样的技术啊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后续会分享一个关于这个枢轴点的一个 EA。最后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财经日历。不过这个东西啊，它用起来我个人感觉不是很方便啊。不如我上个视频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式看起来直观啊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小工具啊、小技巧吧。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评论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